好，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将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也将出席论坛。朝方与俄方11号证实，应普京邀请，金正恩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两人还将举行会晤。而韩国媒体援引本国情报部门的说法报道称，疑似金正恩乘坐的列车已于11号出发。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10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走向合作、和平与繁荣。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0名代表参加本届论坛。11号主要启动商务日程，备受外界瞩目的全体会议将在12号举行。根据俄罗斯总统府网站发布的消息，11号至12号，俄总统普京将对弗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俄远东联邦区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根据普京的倡议，为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从2015年起每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本届论坛将总结普京下令发展远东地区10年来的工作成果，并将讨论促进该地区发展的相关规划。东方经济论坛呢，它已经办了许多届了啊。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有2个啊，一个呢就是开发远东地区，那么第2个任务呢，实际上也通过这个东方经济论坛，那么来和亚太的这个国家来保持这个沟通和联系，争取他们的投资，争取发展以他们的经济关系。那么我想这一次呢，俄罗斯的目标啊，可能主要还是放在这个传统的发展远东的这个规划上面来。那么相对来说呢，对外经济合作的一面啊有所弱化，但是呢，我想其实俄罗斯还是在积极的努力啊，包括发展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我想仍然是它东方经济论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外交部上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10号至12号赴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出席此次论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2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深化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发展。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10号下午，由张国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莫斯科共青团报道说，中国一直是俄转向东方的关注重点。当前国际形势下，俄希望借东方经济论坛进一步深化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合作。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现在需要重建产业链，扩大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尤其是加大对该地区的能源出口力度，并且寻找更多合作渠道。从这2年中俄产业链对接、经贸保持高速增长，以及俄罗斯与印度等国能源合作大幅增长，都能看出俄转向东方政策取得了实际成效。这几年呢，应该说中俄的经贸合作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啊。那么连续几年都是在增长啊。那么包括今年，其实增长的额度是非常的巨大。那么我想啊，这也体现了中俄经贸关系啊，首先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潜力。我想对中俄2国来说呢，未来发展经贸关系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而西方舆论更为关注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将在东方论坛期间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举行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1号表示，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朝中社11号也报道，金正恩将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韩国政府一名官员11号向韩联社透露，情报部门掌握疑似金正恩乘坐的列车正在开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另一名高官也透露，金正恩似乎已经离开平壤。韩国 YTN 电视台甚至报道称，金正恩与普京会面最早可能在13号举行。俄媒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府公布的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的具体日程安排中，并无与金正恩举行会谈的行程。不过，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俄方期待金正恩近期前往俄远东地区进行访问。俄远东联邦区一名政府消息人士称，金正恩可能近期访问该地区，不过他未透露具体细节。报道还称，俄方早就在对金正恩访问做准备。2019年4月24号，金正恩乘专列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平壤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距离约为1200公里，专列花了20多个小时抵达。
专列是朝鲜3代领导人出访海外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据韩国媒体透露，金正恩的专列1号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80公里，但出于安全考虑，最高领导人乘坐时会以低速行驶。专列不仅具备防弹防爆功能，还配有可抵挡恐怖袭击的各种安全设施。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车厢里，地板铺了一层厚厚的钢板，即使铁轨上安装了爆炸物，也能够抵抗住爆炸的冲击。为了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快速撤离，货舱内还载有防弹车。朝鲜的中央电视台曾公开过专列的内部情况，从画面中可清晰辨出，其中一间看似办公室的车厢，两边陈设了黄色的沙发，前端放有办公桌，桌面左侧放置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右侧有个透明烟灰缸，中间整齐摆放着众多文件。据介绍，在行驶过程中，领导人可以使用卫星电话。关于金正恩访俄的猜测，最早是《纽约时报》本月4号援引不具名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随后在5号发出警告称，朝鲜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使他被国际社会唾弃，而且会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呢，这个俄乌战场上啊，应该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它的武器啊、弹药的消耗都是非常的巨大。那么俄罗斯虽然说它的军工体系比较的完整啊，但是呢，这么大量的消耗，它也需要啊更多的这个来源来补充它的这个弹药。那么恰恰呢，朝鲜啊生产大量的可以使用在数字武器上的这个弹药啊，所以呢，我想确实有可能啊。那么同时呢，我想双方也会讨论其他一些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内容。东方经济论坛10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普京周二将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我觉得这次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对俄罗斯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以来有几个在不同的重要的城市要举行的这种国际性的经济论坛，它可以说是俄罗斯这个经济外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活动包括我们说看到5月份的这个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还有这个每年的9月份左右的这个远东的经济论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说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继续召开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那么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要显示俄罗斯仍然在这样的一种困难的局面下仍然在力主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实际上并没有被这个西方的制裁所完全的压倒。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给这个外界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么就是俄罗斯仍然致力于开放，仍然致力于和其他的国家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合作重要的就是经济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友好国家代表，有这个非友好国家代表。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论坛还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这样的国家可能都被在邀请之列。但是我们也能发现这次的这个论坛明显各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的规格要比以往有所下降那么可能是少数几个国家会派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那么也是凸显了俄罗斯现在在整个这个国际社会中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种局面。